呆萌可爱的班洛心腹猪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2年前，昆桑在野外玩，到了炎热的夏天，在树上经常会发现很多大长腿，还有白丝。你们经常说的喜欢看大长腿，什么白丝？就是说的这个吧。它们有着很丰富的花纹。昆桑很喜欢蜘蛛侠，想着如果自己被蜘蛛咬一口，会不会也变身蜘蛛侠呢？好家伙，说着说着，胳膊上就爬上来一只。你还真不把昆桑当外人。昆桑还发现了这种蜘蛛，学名叫班洛心腹，这有只超大的，上手把玩一下，头上有2个大尖牙，只是放在手上是一点事都没有的，被它咬一口是一点也不疼的。大家不用担心，昆桑一般都能忍住。到了晚上，昆桑抓了一只小的，喝不溜秋的就叫它小黑吧，带回家慢慢培养感情，把它放在饲养盒里。不过到了第2天，昆桑发现小黑好像变小了，在饲养盒的旁边发现了一坨东西，这是啥玩意儿？这好像是小黑产的卵。小黑会在地面的枯叶上产卵，它大大的肚子也缩小了，春天孵化出来小宝宝，到了秋天就会BBQ，寿命大概在7到8个月。小黑在饲养盒里养着太憋屈了，昆桑想把它养在房间里，把它从饲养盒里拿出来，让它在手上爬着玩。它的小屁屁上会自动出来一根蜘蛛丝，只要不刺激它，小黑还是很温柔的。它是有毒的，不过毒性远远弱于马蜂，除非是过敏体质。它的毒性是用来麻痹昆虫，对人没什么效果。头上2个黑黑的大尖牙，如果你不喜欢被咬，就尽量不要惹怒它，只是放在手上是一点事都没有的。把它放在房间里饲养，这么大的空间，它会去哪里结网筑巢呢？过了一会儿，小黑爬到了天花板上，不过在这里结网可就麻烦了，以后喂起它来也不方便。小黑又来到了灯的旁边，很多昆虫会被灯光吸引，小黑也不例外。他在这里洗漱休息。半个小时后，昆桑来观察小黑，发现它吐出蛛丝，悬浮在了空中，可能是想在这里筑巢吧。3个小时后，到了晚上，小黑还是半吊在这里。大部分蜘蛛都喜欢夜晚活动，可能小黑会在夜晚结网。昆桑把灯关掉，看看第2天会发生什么。到了第2天，昆桑来观察小黑，好家伙，他在房间的角落结了一张大网，在视频中可能看不太清，不过这个网大概有长宽1米的大小。昆桑很好奇的是，蜘蛛为什么不会被自己的网粘住呢？原来小黑结出的网分为2种丝，纵丝和横丝不同的功能。蜘蛛结网时因构筑放射状的骨架丝线叫纵丝，有粘性的横丝是捕捉昆虫的。蜘蛛在网上行走时会小心翼翼地避开横丝，而且小黑的腿上有细细的腿毛，横丝也很难粘上它。昆桑用手指试了试触摸纵丝，果然没什么粘性，再触摸一下横丝，直接被粘住了。昆桑拿来一只小强试一下，小强也被横丝粘住了，不过小强很淡定，小黑也没什么反应。是不饿吗？好家伙，昆桑再摸了一下小强后，小黑瞬间就跑了下来，咬住小强把它带走了，这让昆桑非常害怕。之前昆桑触摸蛛丝的时候没有晃动，没能引起小黑注意。当小强放在蜘蛛网上的时候，通过震动让小黑得到了信息，马上抓住了猎物。小黑会从尖牙中向猎物注入毒液，麻痹猎物，然后吐出消化液，把肉消化成液体，再慢慢的吸食猎物。不过小黑就是与众不同，在吃了一半之后，把它用蛛丝包裹了起来，然后饿了的时候继续吃。小强是生命力很强的虫子，有时候去掉头还可以跑。这时候的小强一动也不动，可能是毒液起了作用。10分钟后，小强快被吃完了。如果这时候再往蜘蛛网上放一只小强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过了一会儿，小强开始挣扎，小黑感觉到了动静，很快出击抓住了小强，速度很快，只踩在纵丝上，真是可怕又神奇。昆桑在书上看到，半落心腹体型巨大，视线韧性强，死的急常常能捕捉到鸟巧。昆桑家里没有鸟，有只鹌鹑不小心BBQ了。昆桑想试试用镊子把鹌鹑挂在蜘蛛网上，看看小黑能吃掉它吗？有远的蜘蛛丝还真的粘住了，小黑并没有注意到鹌鹑。昆桑制造了一些小震动，小黑慢慢的爬了过来，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。难道小黑不行了？1天后，昆桑来观察小黑，
发现鹌鹑被吊挂了起来，蜘蛛丝缠绕在鹌鹑身上。昆桑决定把蜘蛛丝剪断，看看鹌鹑还有没有救。内部已经被吃掉了，好像没救了。小黑的蜘蛛丝强度很好，看来鸟被抓住也是有可能的。把蜘蛛丝揉在一起，使劲拽都拽不断。既然鹌鹑没救了，还是把它交给小黑吧。好了，本期蜘蛛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0.6个月前，昆桑喜欢上了养蚂蚁，这种蚂蚁叫收获蚁，它们的食物主要是种子。除了喂给它们种子，昆桑偶尔也会尝试新的食物。这次昆桑准备的是一块猪肉，把猪肉在开水里煮几分钟，然后放在蚁巢里，很快就有蚂蚁过来吃了。猪肉吸引了很多蚂蚁，半小时后还有很多蚂蚁在吃猪肉。看一下蚁巢里，蚂蚁们把种子分类放在了3个地方，最下面的分区放着白色的种子，这是什么原理？难道小蚂蚁们也有强迫症，只有吃的没有喝的怎么行？昆桑拿来了一杯牛奶，滴一滴在纸片上，把纸片放进蚁巢里，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喝牛奶呢。过了一会儿，牛奶被蚂蚁们包围了，喝起来还没完了，都不愿意离开。该换下一种饮料，啤酒了。昆桑平时不怎么喜欢喝酒，这么难喝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喝？很难让人理解。滴一滴啤酒在纸片上，放在蚁巢里，和预想的不一样，还是有蚂蚁来喝了。看来就算蚂蚁里也有酒鬼，很多蚂蚁闻到这个气味很快就走开了。为了避免蚂蚁们喝酒太多会闹事，昆桑赶紧制止了他们。最后给蚂蚁吃席上的饮料是红牛。很显然，蚂蚁们最喜欢的是牛奶，其次是啤酒。大部分蚂蚁闻到红牛的味道不怎么感兴趣，也有个别的蚂蚁来品尝红牛的味道，可能喝完之后就会变得开朗吧。平时昆桑维护蚁巢，就是每周给它们加一次水，把水加在蚁巢中间，它会通过下面的石膏渗透到蚁巢周围，很快水分就渗透了过来。蚂蚁们也开始趴在缝隙的地方喝水，昆桑给了它们很多种，这样不用担心它们会饿着。不过看着活动区的小蚂蚁们无所事事，昆桑还是撒了一些种子下去。马上这些摸鱼的蚂蚁就开始干活了，它们开心地把种子带回巢穴。昆桑对它们的行为很好奇，而且它们会分类种子，不同大小的种子不会混在一起。不过悲伤的事发生了，这里有一个快要变成蚂蚁的蛹。昆桑之前一直观察它的变化，等待它会变成蚂蚁的瞬间。后来它被蚂蚁们吃掉了，昆桑很震惊。太好，以后产了很多的卵，在这个区域就是它们的新生儿区，周围躺着一堆蚂蚁卵，这边是变成蛹呢，有几只刚刚变成蚂蚁，它们的颜色还没有那么深，很容易就区分得出来。昆桑还注意到蚂蚁是可以感觉到声音的，拿一个玩具在蚁巢上方制造一些声音，蚂蚁们会对声音做出一些反应，它们开始疯狂地跑来跑去，可能是声音造成了震动，让蚂蚁们感觉到了害怕。2个月后，昆桑在网上买了一些小强，小强是很多宠物喜欢的食物，它们躲在蛋托里，触碰一下它们，活动起来非常敏捷。昆桑切了一片苹果给它们，很快就有一些小强过来吃了。如果小强不小心仰面摔倒了，就会很有趣儿。虽然有这么多腿，不过腿太短了，它很难翻身。蚁巢最近孵化出了几个大型兵蚁，它们个头比一般蚂蚁大很多，看起来非常有力量，工蚁的数量也增加了。用苹果运输一个小强到蚁巢的活动区，体型差距这么大的蚂蚁可以抓得到小强吗？好家伙，小强还想往蚁巢里钻。蚂蚁们感觉到了不同的信息素，很快躁动了起来。一开始小强跑得很快，蚂蚁们始终没有对小强造成威胁。虽然小强在蚂蚁的叮咬下偶尔会仰面摔倒，但是很快就站了起来。他知道一旦速度慢了，就会产生什么后果。几分钟后，蚂蚁没有对小强造成什么威胁，这让小强很悠闲地在蚁巢里跑来跑去。蚁巢也派出了很多个头大的兵蚁敷衍小强的后腿，同时被几只蚂蚁咬住，他加速跑起来也没能甩开蚂蚁，反而屁股上的蚂蚁更多了。暂停看一下，有很多蚂蚁并没有咬住小强，而是互相咬在一起，这样可以拖慢小强的速度。
感觉到危险的小强反向跑进了蚁巢里，这一招倒是真的甩开了屁股上的蚂蚁。小强开心地回到了活动区，不过他没开心多久，马上又被蚂蚁们咬住了。这次小强故技重施，又跑进蚁巢的种子储存区。在狭窄的蚁巢下，蚂蚁们被卡了下来，小强终于可以休息几秒钟。很快，小强觉得这里也不是久留之地，又冲向了活动区。就这么穿梭了几十个回合，小强感觉哪里都不安全，开始躺下跳起舞，通过优雅的舞姿甩掉腿上的蚂蚁。一开始这方法还挺有效果，慢慢的蚂蚁越来越多，小强越来越没力气了。最后小强被蚂蚁们制服，蚂蚁们美餐了一顿。3个月后，昆生又有了新的想法。昆生在家里抓到一只蜘蛛，把它放进蚁巢里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慢慢的打开盒子，好家伙，差点跑出来，赶快盖上蚁巢的盖子。没想到面对体型比自己小这么多的蚂蚁，蜘蛛反应这么大，吓得他乱跑。一只蚂蚁咬住了他的后腿。蜘蛛只好自断大长腿，落荒而逃。蜘蛛逃跑的同时，屁屁上自动的喷出透明的蛛丝，这阻碍了蚂蚁们的行动。有的蚂蚁挂在蛛丝上无法动弹，还有2只蚂蚁在抢夺大长腿。缺少了一条腿的蜘蛛明显跑得没那么快了。我的妈，它又被蚂蚁咬掉了一条腿。很快，蜘蛛被3只蚂蚁同时咬住，无法挣扎。看来没有蛛网的加持，蜘蛛也变得非常脆弱。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